川普赢得2024年美国联邦大选，将于2025年1月呢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也是他人生中第2次登上总统的位置。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川普上任对于加拿大的影响。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加拿大一样跟美国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受美国如此大的影响。可以说美国的一丝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这个北方邻居加拿大，更不用说一个政策方向、行事风格以及意识形态上都与上届完全不同的新总统。其实川普的个性大家都有所了解，那么在美国呢有很大的争议，但无论如何，美国人民选择了他做未来4年的总统。川普的普选选票呢目前是7483万票而哈里斯呢则是7124万票，比川普少了大概350万票。这也就是说明无论是代理人选举还是普选结果，美国人民都是过半数支持川普的。但是呢，在加拿大情况则完全不同。根据 Abacus Data 于2024年10月进行的一个调查，大约只有20%的加拿大人对川普持正面的看法，而约70%的加拿大人呢对他持负面看法。而川普在大选获胜之后呢，加拿大上上下下也是处于一种紧张和恐惧的状态中。川普呢将会给美国带来改变，而这样的改变呢也一定会给加拿大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川普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加拿大？这种影响到底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大伟呢今天就来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简单来说川普将会直接给加拿大带来非法移民和经济方面的挑战。我们逐个来分析。首先来说非法移民。在本次美国大选当中非法移民的问题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争论的一个焦点，而川普呢向来都是以反对非法移民为主要的政治主张的。那么在上一次执政期间他修建了美墨边境墙以防止非法入境。目前呢，这个边境墙已经修建了700多公里。另外，在2018年的时候川普政府还推出一个零容忍政策要求对所有的非法越境者呢提起刑事诉讼。这也直接导致呢非法越境者的子女被迫与父母分离，也引发了非常广泛的争议和诉讼。另外呢，他还推出了限制庇护的政策，增加了申请者的门槛尤其是对于中美洲国家的申请者。另外呢，他还实施了一个留在墨西哥的政策，要求一些申请庇护的非墨西哥籍的申请者呢，必须要留在墨西哥等待美国的移民法庭的一个审理。虽然这样的铁腕手段引来无数的争议，但确实呢，它使得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大幅的减少。但是在此后的拜登4年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又开始增加。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目前最新的一个估计呢，目前美国大约有1100万到1200万的非法移民，而这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预估美国的真实非法移民的数字呢，有可能远远高于这个数量。川普再次上任之后打击非法移民是一定的，但具体要实行哪些措施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从现实的情况分析，驱逐非法移民呢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单单是把1000多万已经融合和隐藏到美国社会的非法移民甄别出来，集中关押再分别的驱逐遣返，这无论如何都是一项非常非常艰难的任务。美国负责抓捕和处理非法移民的主要机构呢，叫做移民和海关执行局，简称叫做 ICE。这个机构呢，目前约有6000名执法和移除行动部官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勤。另外呢，还有数千名主要用于跨国犯罪的特工。我们就算是美国有1万名可以出外勤的执法人员，您想他们要怎么去应对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除非是把现在的移民和海关执行局扩大10倍而美国人数最多的执法力量，那么就是警察了。但是呢，无论是州、县、市一级的警力，一般来说呢，都是无权对非法移民进行抓捕的，这也不是他们的职责。另外呢，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呢，也是没有直接的管辖权的。美国呢，还是全世界羁押囚犯最多的国家。截止到2024年美国的囚犯约是为200万人左右。尽管美国的人口仅占全球的大概5%左右，但是呢，它的囚犯却占全球所有在押人口的1/4。这也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监狱系统呢，可以说是人满为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要怎么去关押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即使非法移民不是能够一次性抓捕，哪怕就是最多50万人，美国的监狱系统也将直接的崩溃。另外啊，大规模的驱逐也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导致劳动力减少。根据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估计啊，到2028年，驱逐800万移民将使美国的 GDP 比基线预期呢减少约7%。虽然这个数字有些夸张哈，但是短时间内的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比如餐饮、建筑、基本生活服务等等，那么这也将从一个侧面引发进一步的美国的通胀。另外啊，大规模的驱逐也会遭到地方的强烈抵制。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啊，美国的一些传统蓝州的地方官员、议会以及民众呢，也很有可能拒绝合作。所以呢，大规模遣返上千万的非法移民，这将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社会稳定以及底层劳动力短缺的社会问题啊，执行起来将会非常非常艰难。所以呢，川普到底要怎么执行非法移民驱逐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可以预见的是，他会着力的控制入口和出口，也就是严加管控边境的非法入境，以及收紧最终的移民政策。加拿大边境的守护力度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甚至美墨边境墙呢还很有可能继续修建。而对于非法入境的庇护申请，甚至美国整体的移民政策和配额呢，川普也都很有可能进行大幅的调整。因为最简单的道理啊，川普将会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不光是赢得了总统啊，其所在的共和党呢，更是获得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而拿下众议院也已成定局。这还没完啊，川普还掌握了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呢是终身制啊，只有有人自己离职，才能由总统提名新的人选。而现任的9名大法官当中呢，有6人是共和党提名，3名呢是民主党提名。保守派大法官占据了绝大多数。我们都知道，在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的罗素韦德案啊，使得堕胎权不再受到联邦宪法的保护，不再视堕胎为一项全国范围内受保护的权利。那么当时的投票比例呢，就是6-3。所以有人说呀，川普即将获得的权利呢，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总统、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加上共和党还获得50个州长当中的27个州长。川普呢，将在未来4年中出台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措施，那么在联邦层面将会畅通无阻。移民政策呢，就是首当其冲最大的改变。美国现在的移民体系啊，基本上是由1990年的移民法所确立。30多年来啊，虽然有一些小的调整，但是呢，移民类别、要求甚至配额都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动，沿用了30多年。这点上啊，加拿大真的是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啊，移民政策一天一变。那么加拿大跟美国的差别呢，就在于联邦政府的权力。加拿大的移民部长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那么设立、修改甚至废除一个移民项目、制定移民配额等等这些最重要的移民政策，全部都是移民部长，也就是联邦政府说了算，不用通过国会啊，甚至通过了国会也都是象征性的，因为国会肯定是由执政党所掌握。而加拿大的国会呢，就只有众议院拥有权力，参议院呢就是象征性的存在。而美国的移民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呢，则必须是要通过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3方共同认可才能通过实行，只要有一方反对都无法通过。这也使得美国的移民法规呢，相对来说比较滞后，但是好处呢就是异常的稳定。普通人啊，甚至非法移民想要移民美国，虽然非常的艰难，但是呀，你知道道路就摆在那里，哪怕是10年、20年，总是有希望的。而这种情况呢，将会在2025年1月开始的川普执政期呢迎来改变啊！不但边境将会严加管控，非法移民呢很难从陆路再次进入美国。更重要的是啊，庇护政策、移民政策，甚至以 H-1B 工签为代表的劳工政策，都将会迎来大幅的收紧。具体怎么变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移民政策收紧，移民难度增加是一定的。这里面我们就要说到关键的加拿大了。美国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收紧移民政策，将会给加拿大带来直接的冲击。首先呢，就是非法移民。
大量的非法移民在美国移民无望啊，还随时有可能被遣返的可能下呢，必然会有人选择来加拿大。上一次2017年川普上台之后呢，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2017年就至少有2万人穿过美加边境来加拿大寻求庇护。而这些呢，还只是入境后直接自首，进而通过正规途径申请庇护的人。那么那些非法入境后隐匿身份的人究竟有多少，就没有人知道了。而本次川普再次当选之后呢，再次加大了非法移民的恐惧。作为非法移民入境最多的省份啊，魁省的省长以及魁人政团的党魁呢，都公开发出警告啊，近期魁省有可能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非法移民涌入潮。而加拿大想要阻止这样的非法移民呢，几乎是没有可能的。美墨边境我们都知道啊，长约3100公里左右，美国都无法阻止非法移民。而美加边境长达6000多公里，这里还没有算上阿拉斯加的边境啊，而且是完全不设防的。您想想，要怎么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按理说呀，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呢，在2004年就签署了一个叫做安全第三国的一个协议。根据该协议呢，寻求庇护者呢，必须要在抵达美国或者加拿大的第一个国家就申请庇护，而不能跨越这个国境到另外一个国家再次提交申请。而且呢，在2023年，双方还进一步更新协议。那么，即使是陆上的非法入境的第二个国家呢，也不能申请庇护。但是呢，是不是非法入境是非常难界定的，真正执行起来有很大的困难。美加两国之间呢，最近几年也互相抱怨非法移民入境的问题。前几个月的时候啊，川普还在批评从加拿大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数量在不断的增长。这就是因为加拿大涌入了大量的合法的临时居民啊，在移民无望之后呢，非法入境美国再去寻找机会。而后边的几年呢，有很大的可能风向骤变，美国的非法移民呢将会再次涌入加拿大。按理说呀，非法移民在加拿大的生活远不如美国啊，加拿大的社会不如美国那么复杂啊，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和扁平，留给非法移民的生存空间呢并不大，后面移民的机会呢也比美国大不了多少。但是呢，在川普驱逐非法移民的这种恐怖环境下呀，很多人走投无路，来加拿大就成为留在北美的唯一的一个选择。而等4年之后呢，没准环境变得再宽松啊，再回美国也不迟。但是呢，加拿大对于非法移民的承受力可远远比不上美国啊！本来这个社会就被失败的移民政策搞得人满为患、乌烟瘴气，要是再涌入到大量的非法移民，情况呢是可想而知的。而非法移民啊，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合法移民上呢，加拿大也将迎来挑战。在川普收紧移民政策后啊，大量的移民无望的留学生和务工者呢，也必然将目光投向加拿大。而这类群体呢，往往都是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这也必将加剧加拿大的移民竞争，进一步抬高加拿大移民的门槛。要说呀，移民只是对加拿大潜在的一个局部影响，那么我们下面要说的经济方面的影响，则是更加重要的。川普的经济政策倾向性啊，非常的明显。简单来说呢，就是要增加关税进行贸易保护，鼓励制造业回归本土。同时呢，给企业减税减负，尤其是摆脱环保上的束缚。另外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减少通货膨胀，降低物价，尤其是油价，从而解决呢美国中低阶层收入最痛恨的低收入高物价的问题。那么以上的经济政策会给加拿大带来什么影响呢？最直接的显现就是贸易。贸易是最能够直接展现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或者说展现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性。这里我们说一组数字，您就明白了。美国占到加拿大全部出口额的70%啊！2023年，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额呢达到4300亿美元，是美国第3大进口来源国，占到美国的进口总量的13%。而排名前2位的呢，分别是中国17%和墨西哥14%。而单单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这个贸易额呢，就占据了加拿大全国 GDP 的20%。您可以想见加拿大对于美国的出口，对于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有多么的重要。
而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中呢，能源类是占到了22%，汽车及零部件呢占到19%，消费品呢是12%，以及还有其他的机械、农产品、化工、金属矿产等等等等。而所有这些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将是川普重点关注的对象。川普呢，在竞选期间不止一次说过呀，要对进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多增加10%到20%的关税，尤其是对中国和墨西哥的税率更高啊，比如将对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呢将加以重税。高关税可以说是川普经济政策的一个基石啊。上次执政期间呢，担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呢，就是实施关税壁垒的一个先锋人物。而高关税的终极目标呢，就是使得制造业重回美国，从而呢，让美国的低收入阶层能够重回中产阶级。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当中呢，有一个著名的叫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啊，在1994年就开始实行，是全世界范围内非常著名的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典范。但是呢，就是在上次川普执政期间呢，川普撕毁了协议，重新跟墨西哥跟加拿大谈判。而谈判之前啊，川普用的一个重要的砝码，就是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呢，2次对加拿大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而这2项出口呢，直接影响到加拿大的国民经济和就业。加拿大呢，随后也打起了贸易战，对美国实行关税报复。而这2次以钢铁和铝为主的贸易战呢，其实只是川普的一个前奏，其真正的目的就是增加谈判砝码，从而呢，使得在2022年顺利推出了美加墨3国自由贸易协定。全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呢，客观的来说，对加拿大的经济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影响，但是呢，对墨西哥的制造业出口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作用。川普呢，利用全新的贸易协定呢，使得美国的产品，尤其是农产品，能够更加顺畅地出口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反而呢，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制造业出口、知识产权以及劳工标准都有了严格的限制。可以说呢，它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北美的一个经济影响力，更加凸显了美国在这3国当中的一个主导地位。而美加墨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呢，它的有效期是16年啊，每6年进行重新审议，下一次谈判呢就是在2026年。其实呢，根本不用等到2026年，川普呢连巴黎气候协定啊，连联合国、连北约都可以退出，更不用说一个地区性的一个贸易协定。所以呢，我们相信在2025年川普上任之时，可以说也就是北美3国贸易战火重燃之日。而加拿大呢，在川普当选的第1天呢，也就做好了准备，组建了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为组长的加美贸易特别委员会啊，研究应对川普的一个策略。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贸易战的准备。您可以说呀，是不是有些草木皆兵了？加拿大毕竟是美国最亲密的一个盟国啊，更是一衣带水的邻居。美国针对加拿大会下狠手吗？我想说的是啊，在川普任期真的是有可能，因为呢，在川普的思维当中呢，盟友和邻邦都是次要的，美国应该是永远的第一。当然了，川普的关税、企业减税减负等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呢，也将会直接加大外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更会吸引美国企业呢将制造业迁回国内。这几乎是所有人可以预见的一个近期的一个经济走向。所以啊，随着川普赢得总统大选，美国的股票、期货开始飙升，纽交所和道琼斯指数呢都创下历史新高，美元走强，国债收益呢也开始跃升。但是呢，从长期来讲，关税和打击移民的威胁呢，也很有可能会拉高通胀并最终削弱美国的经济实力。道理呢非常简单，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呢，将会直接造成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这也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生产和服务价格。而关税的增加呢，也就意味着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虽然长期来讲呢，有可能带动本国的制造业的复兴，但是短期内这部分关税的成本呢，也只能由美国的消费者买单。这也就是川普经济政策的一个矛盾所在。而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呢，也同样存在矛盾。一方面美国如果对加拿大增加关税，必然会影响到加拿大的商品出口，而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呢，也将直接拉高美国商品的价格。
这对加拿大经济绝不是好事。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加拿大经济也与美国经济息息相关。两国的经济呢，不能单纯用贸易来衡量，资本、人才、科技几乎都绑定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啊，如果美国的经济在川普的治理下高速发展，从长远来讲，对加拿大也是有利的。所以啊，任何事情都是有挑战和机遇的。川普呢，虽然会给加拿大带来一系列的短期挑战，但是从长期来讲呢，我也希望加拿大政府和人民能够逐渐清醒，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鼓励自己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大力拓展对亚洲和欧洲的贸易，尤其是能源产品。无论如何呀，2025年摆在加拿大面前呢，将会是充满变化的一年。无论是川普执政，还是即将到来的加拿大联邦大选，无论是挑战还是改变，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